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唐韵。今天这一集我要先丢一句最震撼的，那就是中共四中全会公报可能整个是假的。这并不是我说的，是两位来自体制高层彼此毫无关联的消息人士同时爆料，真正的四中全会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进行了军权换人、权力重组、核心人物重新站位，而习近平只剩下镜头。更劲爆的是，解放军报昨晚突然丢出4个字：枪响之前。这不是比喻，是军队语境，体制内都看呆了。这4个字什么意思？谁打算在枪响之前做什么？而最离奇的是，外流出来的爆料居然分成2条完全相反的路线。一条说习近平被全面削权，军权是由张又侠掌控，温家宝在幕后坐镇，汪洋适时复出，王沪宁再次转身成为国师。另一条呢，却说习近平仍在主导21大常委名单，李强接班，丁薛祥掌握政府，陈敏尔与李书磊全是自己人。这2个版本像是2套剧本同时在运作，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为什么爆料会朝2个方向裂开？枪响之前又在暗示什么？今天我们就把所有的线索拼起来，看看中共四中全会后中南海发生了什么。10月13号，旅美时评人士唐靖远在他的自媒体节目当中披露，最近呢有2位体制内人士向他提供了中共四中全会及中共高层最新动向的消息。唐靖远强调，这2位消息人士的层级是很高，而且都是独立的消息来源。根据唐靖远先生的描述，第一份来自体制内的消息指出，本次中共四中全会的公报与官媒报道整个就是一个弥天大谎，是一个超级谎言，它营造出来了一个完全虚幻的平行时空。这位知情人士向唐靖远透露，中共四中全会期间，习近平的实权已经被大幅削弱，目前中南海的格局和官方呈现的状态并不一致，而是已形成了一个新的实际运作方式。其中军方的实际控制权落在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手中，他在军中仍然保持强势影响力。已经卸任多年的前中共总理温家宝总揽全局，在幕后坐镇，在此次权力重组的过程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已事实上复出，并在党务与决策层面主持工作，显示出他在新的权力框架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胡春华呢，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筹备很多事情。从他近期的动向与角色来看，体制内普遍认为他属于相对开明的一位高层人物，但在大方向上仍然延续他所属派系的既定立场，也就是改革开放路线，即过去被视为团派或邓小平路线的那一支。胡春华在这个框架中基本遵循他派系的集体意愿与路线安排。谈及思想与理论系统，知情人士透露，王沪宁再次转型，又成了汪洋主导体系中所谓的国师角色。这一说法显示，随着权力重心的变化，王沪宁的站位也出现了重新的调整。消息表示，中共整体的人事布局调整已经启动，更多涉及中共核心权力机构的部门近期陆续收到来自高层的人事推荐与岗位安排。这些变动尚未公开，但已在体制内产生了明显的动静。在宏观层面，中共在外交、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在进行调整与转向，而外界最关注的经济领域，体制定调者已经在悄悄地准备一场巨大的改变，而且相关措施已蓄势待发，只是目前还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知情人士同时指出，中共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对外宣布任何涉及习近平权力变动的内容，主要是基于2个原因。一是呢，许多重大问题与烂摊子尚未收尾，需要由习继续承担。第二呢，就是当前中国经济与外交困境严峻，
在这个时候公开权力交接，这就意味着新的接班者必须要立即面对后果，因而高层普遍不愿承担这样的政治成本。因此呢，中共四中全会呈现出的是一种不动宣传、不动头衔，但将实权悄然移交的方式。这种安排使得习近平成了一个高级演员，仍出现在所有官媒画面中，但实际操作层面已大幅退居幕后。知情人士还特别强调，当前中共体制内弥漫着一种观望的气氛，不只是观望政策或高层走向，而是在观望中共这个体制本身是否还能维持。这种氛围过去从未出现，且这一点呢，比任何权力消息都更能反映当前中共局势的异常与不确定。唐俊远先生当天还披露了另一个来自更权威的渠道的消息。第二份消息的内容虽然较简洁，但方向是与第一份一致的。这名高层知情者表示，习近平在中共四中全会后已被推入了华国锋模式，表面留任，实际失权。保留头衔是为了让他继续承担所有的压力与责任，而习家军的清洗将会继续进行。消息指出，习近平留下的问题太多，任何派系在这个时候接班都必须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因此短期内不会公开宣布任何实质性的交接。唐俊远还说，这两个爆料和他对四中全会后的官方动作、军方清洗、人事变动以及外交转向的观察是基本吻合的。他认为，无论细节上存在多少差异，这些讯息共同呈现出一个趋势：中共四中全会后，中共高层的权力架构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而习近平的真实地位与官方宣传是有明显落差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是一段工商时间。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在旅行途中，因为天气干燥，手指呢出现了不少肉刺，拔掉之后就在流血。一般这种情况是需要好几天才能恢复，但是她吃了2支红海参凝胶之后，2天就好转了。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摘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的，配方呢就是90%的深海野生红海参，再加上10%的韩国红参，再加上纯天然的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做成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有果香。红海参本身就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胶原和活性钙，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长辈、成长期的孩子、加班族等等。而且一盒30支，带着走非常方便，早上空腹或者是运动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那我建议大家趁我们现在还有货，抓紧时间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的一位朋友他怕断货，干脆一次就囤了10盒。建议您呢点击我们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师局的拼音，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在唐靖远的节目引发关注之前，旅居澳洲的反共自媒体人蒋网正已经率先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共高层人事布局的爆料。相较于唐靖远的信息，主要集中在中共四中全会的权力转移与实质运作方式。蒋网正的爆料涉及中共21大的常委布局，内容具体，并且与坊间流传的习近平被架空的路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根据蒋网正的说法，中共21大常委的初步名单已经在内部流传，其中李强接习近平的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位，军委主席一职则是习近平自己留任。李强在过去数年一直被视为习近平最可靠的代理人之一，而他在浙江任内与习的密切关系也是外界早已熟知的背景。在中共国务院系统方面，丁薛祥将在中共21大出任国务院总理。丁薛祥作为上海帮成员江家代理人，也是习近平曾经在上海的秘书，将接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有分析认为，此安排可能反映了高层不同派系的妥协。
但蒋网正并未对此进一步评论。中共人大系统部分，现任宣传部长李书磊将顶替赵乐际接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李书磊长期在中央党校参与理论建构，被视为习近平思想的重要撰写者之一。在中共内部设计架构中，中国全国人大具有罢免国家主席的权利，因此中共人大委员长的位置在未来政治格局当中仍具有重要性。政协方面，现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将接替王沪宁出任中共全国政协主席。陈敏尔长期被认为是习近平的核心嫡系之一，曾主导多项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被视为习时代重要的政治代理人。在书记处方面，现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袁家军将成为书记处第一书记。袁家军曾经在航天系统任职，后来在浙江及重庆担任要职。因为他的仕途与习近平在浙江的经历有所重叠，外界普遍认为他是习的旧部。此外，袁家军与彭丽媛家族的关系在体制内早有传闻，这一因素或是其仕途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一。中共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将由习远平代理人刘国中与彭丽媛的代理人尹力争夺。这份名单没有提到中纪委书记李希的走向。1956年10月出生的李希也到了退休年龄，谁将接管中纪委不得而知。尽管这份名单的真假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从蒋网正所披露的构成来看，入列者几乎全是习的旧部、亲信或者是与习家族关系密切的人物。如果此名单属实，至少说明了一点：习近平对于21大的人事布局上似乎仍然拥有相当强的主导力。蒋网正披露出的中共21大名单所呈现出的结构，并不像习被架空的叙事，而更像是习近平在为自己退居幕后做准备。他保留军委主席，将党政系统交由最信任的代理人组团掌控，一种退而不离、垂帘听政的模式在名单背后若隐若现。若这一安排成型，中共21大后的中共高层可能呈现出习在后方定调，常委在前台执行的新的权力形态。不过，这份人事版本与目前体制内外流传的多个说法明显不同。此前有爆料指称习近平在中共四中全会后大幅失势，也有分析认为主导权已经转移到其他派系。与这些叙事相比，蒋网正的名单则展示了截然相反的途径。也有网民指出，这份常委名单的流出时间敏感，结构完整度过高，更像是高层有意放出的风向球，除了带风向外，还可能用于缓和近期中共党内因人事震动所造成的压力。总体而言，蒋网正的爆料与唐靖远披露的体制内信息在内容上相去甚远，呈现出两条完全不同的叙事线，一条指向习近平权力被削弱，另一条则显示他仍然具备安排21大高层人事的能力。两者共同构成了外界分析当前中共权力版图最具争议也最具不确定性的部分。在中共四中全会后各方爆料版本分歧的背景下，中共官方媒体也释放出异常信号。11月13号，中共的解放军报发表评论文章，再次提及此前在中共四中全会被集中处理的何卫东、苗华等上将案件。文章内容虽以强调政治建军为主，但其中一句罕见的措辞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文章说，如果不在枪响之前彻底清除害群之马，将给政治安全留下重大隐患。这段话并非比喻性的语句，而是直接采用了与军事行动相关的语境。在中共军方的官方文本中，枪响之前这种描述十分少见，而军媒在政治高度敏感的时刻选择公开使用这一措辞，被普遍视为非同寻常的信号，暗示着军中或曾出现某种提前介入或未遂行动。目前海外对此事件的分析大致呈现出两种版本。版本一认为中共军内权力斗争升级，部分分析指出，
何卫东与张又侠之间的矛盾可能是事件的核心。独立时评人杜正表示，何卫东与苗华都是由习近平破格提拔，但在何卫东出任中共军委副主席后，开始对装备采购与战备系统进行倒查，矛头指向张又侠所管领域。这一动作引发张又侠系统反制，随后相关举报与查处相继展开，最终导致了何卫东与苗华被同时清除。依照这一说法，事件本质是习家军内部的权力裂缝与互相举报，而习近平在军方权力板块之间的掌控能力受到考验。另一个版本呢，则直指习近平的私家军。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披露，何卫东与苗华在天津廊坊一带建立了一支不隶属于任何战区的武装力量。根据蔡霞披露，何卫东和苗华曾密谋在天津廊坊地区组建一支不隶属于任何战区的私家军，为习近平提供紧急时的武装力量。但计划被张又侠掌握，反而成了清洗他们的把柄。因此呢，这场大清洗是张又侠发起的一场政治反击。若此说法属实，意味着事件并非反腐，而是涉及军中可能的未遂动作。李尚福落马后，军中高层持续受到整肃，而在中共四中全会前3天，官宣9名上将被查，也是张又侠对习近平的反制。虽然这2个版本方向截然相反，但都透露出同样的信号：中共军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裂痕，而且规模远超一般人事调整。在多种迹象交叠的情况下，中共军报此次所使用的枪响之前一语，使外界更加关注到中共军队可能正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甚至潜在对峙的状态。虽无更多官方讯息可供解读，但从官方话语本身就可以看出，中共高层正在努力压制军内可能的异动，同时试图在政治上重新塑造军队的忠诚框架。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最后的权力走向如何，中共四中全会之后，中共体制内的权力平衡正在发生变化。未来几个月，中共21大人事安排、军队持续清理、各派系动向与外交经济政策的调整，都将成为分析中共局势的关键。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